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我一位来自北京的客户小美的故事。她和台湾男友的恋情跨越了海峡，却在婚礼筹备上遇到了巨大分歧。这个故事不仅讲述了两岸婚恋观念的差异，也展现了真爱如何跨越文化鸿沟。小美今年33岁，是北京三甲医院的一名护士，颜值高，工作能力强，是同事眼中的女神级人物。但说到婚恋，她却一直没有脱单，原因无他，择偶标准太高了。我这人比较直接，看不上的就是看不上。小美曾对我说，丽姐，你看我条件也不差，为什么要将就呢？确实，小美的条件不错，但北京的婚恋市场竞争太激烈，尤其是她年龄已到33，在北京算是大龄剩女了。小美的高标准源于她的家庭背景，父母在她8岁那年离婚，父亲在婚后就再也没管过他们母女3人。从小，小美和妹妹都是由妈妈一手带大，吃了不少苦。我妈妈为了我们，连恋爱都没再谈过，我一定要找个好人家，给妈妈养老。小美每次说起妈妈，眼中都充满感激，而妈妈唯一的要求就是别嫁太远，妈妈老了能有个照应。小美在我这里登记后，我给她介绍了不少北京本地的优质男士，但她总是挑三拣四，不是嫌对方身高不够，就是嫌收入不高，要么就是觉得对方性格不合，总之一直没谈成。转机出现在去年夏天，小美的一位同事介绍她认识了台湾来北京出差的阿德。阿德35岁，在台北一家知名科技公司做技术总监，年薪100万新台币。人长得帅气斯文，说话温柔有礼貌，第一次见面就给小美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丽姐，她真的好不一样，见面就给我送了一束花，吃饭全程为我夹菜，还特别注重细节，知道我怕冷还带了件外套给我。北京男生哪有这么体贴的？小美兴奋地向我报告，两人一见如故，从第一次约会开始就聊得火热。阿德工作繁忙，但每天都会抽时间和小美视频，哪怕只有10分钟。他的温柔体贴很快俘获了小美的心。台湾男生和北京男生真的不一样，他说话轻声细语的，从来不会大声嚷嚷，更不会随地吐痰、抽烟这些。小美对阿德的好印象与日俱增。阿德的出差期结束后，两人开始了异地恋。每个月，阿德都会抽时间飞来北京见小美。半年后，阿德向小美求婚了。他在饭店里单膝跪地，拿出钻戒向我求婚。小美回忆道，我当时就哭了，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也能遇到这么浪漫的求婚。小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，然后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妈妈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妈妈并不支持这段婚姻。台湾，那不是要去国外吗？你去了谁照顾我？再说了，那边穷得很，哪有北京好？妈妈的反应让小美很为难，这就是很多大陆人对台湾的误解。其实台湾社会非常发达，生活品质在很多方面甚至超过大陆1线城市，但对于没出过远门的小美妈妈来说，台湾就是国外，是个遥远而贫穷的地方。阿德知道后，专门飞来北京拜访小美的妈妈，还带了很多台湾的特产。他的礼貌和诚意逐渐打动了小美妈妈。阿姨，我保证会好好照顾小美，您以后想来台湾住多久都行，我们给您准备一间专属的房间。阿德的真诚让小美妈妈的态度软化了不少。订婚后，两人开始筹备婚礼。小美从小就幻想着穿上梦幻婚纱，举办一场豪华婚礼。在北京，婚礼都讲究排场，彩礼、嫁妆、宴席一样不能少。小美憧憬着在北京办一场，在台北再办一场，让两边的亲友都能参加。我们公司的同事小王结婚，光婚礼就花了将近100万呢。小美向阿德描述着她心目中的梦幻婚礼。阿德听后沉默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轻声说道，小美，在台湾，我们更注重实际，与其花大钱办婚礼，不如把钱用在更有意义的地方，比如买房、旅行或者投资。小美愣住了，可是没有盛大的婚礼，别人会怎么看我们？会不会觉得你不够爱我？爱不是用婚礼的排场来衡量的。阿德耐心解释，在台湾，很多人的婚礼都很简约，我们可以办一个温馨的小型婚礼，邀请最亲近的人参加就好。这个分歧让小美很受伤，在她看来，不肯花钱办婚礼就是不够爱她。
而在阿德眼中，理性消费才是对未来负责的表现。这就是两岸婚恋观念的差异。大陆注重面子和排场，台湾则更务实理性。争执越来越大，小美甚至提出了分手的念头。阿德无奈之下同意了办一场稍微隆重点的婚礼，但预算控制在20万人民币以内。20万，这在北京连个像样的场地都租不到，小美失望极了。最终，因为在婚礼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，小美一气之下买了机票回北京，连行李都没收拾，就这样不告而别了。阿德打了无数个电话，发了无数条信息，小美都没有回应。小美心想，既然他这么抠门，那我们肯定不合适。妈妈说的对，我不该嫁那么远。回到北京后，小美把订婚戒指锁进了抽屉，假装从未有过这段感情。她重新投入工作，开始新的相亲之路。但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男士，她都会不自觉地拿对方和阿德比较。这个人虽然开豪车，但说话粗鲁无礼。那个人虽然是公务员，但眼神总是飘忽不定。小美发现自己的心里始终放不下阿德。就这样，一晃3个月过去了。一天，小美收到了一个从台湾寄来的包裹，打开后，她惊呆了，里面是一本精美的相册，记录了她和阿德在一起的每一个美好瞬间，从第一次约会到最后一次见面。相册的最后一页是阿德的一封信：亲爱的小美，这3个月没见到你，我度日如年。我知道我们对婚礼有不同的看法，但我想告诉你，爱一个人不在于花多少钱，而在于愿意为对方改变多少。我尊重你的文化和价值观，也愿意做出改变。我已经联系了北京的婚庆公司，可以按照你的想法来筹办婚礼。但在此之前，我想先带你来台湾看看，了解我生活的地方和我的家人。台湾并不像你妈妈想象的那样落后，这里有完善的医疗系统，你可以很容易找到和北京同等级的医院工作。这里的生活节奏没那么快，空气也更好。最重要的是，这里有深爱你的我。我已经买好了2张机票，一张是我飞去北京接你的，一张是带你回台湾的。如果你愿意给我们一次机会，请在我到达的那天来机场见我。爱你的阿德。看完信，小美泪流满面。她从未想过阿德会这样包容她，尊重她的文化和价值观。同时，她也意识到自己太过固执，没有尝试理解阿德的想法。丽姐，我错了。小美打电话向我倾诉，我太过看重物质和排场，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东西，爱和理解。我告诉她，两岸的婚恋观念确实存在差异，大陆注重排场和面子，台湾则更务实理性，但真正的爱情是可以跨越这些差异的。重要的是，你们能够相互理解，相互包容。阿德按照信中所说，飞来北京接小美。小美不仅去了机场，还带上了妈妈。这一次，妈妈的态度完全不同了。阿德这孩子有心了。妈妈看着女儿幸福的样子，终于放下了顾虑。只要你幸福，妈妈支持你。小美跟着阿德去了台湾。她发现台湾完全不是她想象中的样子，街道整洁，民风淳朴，医疗和教育水平很高。阿德的家人也非常热情，让她一下子有了家的感觉。我第一次来台湾，发现这里真的很不一样。小美感叹道，虽然没有北京那么繁华，但生活质量却很高。人们不追求表面的奢华，而是注重生活品质。走过了这次误会，小美和阿德的感情更加深厚。他们决定在台北举办一场简单温馨的仪式，然后在北京办一场符合小美期望的婚礼。阿德表示，重要的不是花多少钱，而是尊重彼此的文化和心愿。我终于明白，爱一个人不是要求对方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来，而是愿意为对方做出改变，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式。小美说，两人的故事也让我深受触动。在跨文化恋爱中，尊重、理解和包容比任何东西都重要。两岸的婚恋观念有差异，但真爱可以跨越一切。婚礼前，小美特意回北京接妈妈来台湾，让她亲眼见证女儿的幸福时刻。这是妈妈第一次出远门，一路上紧张又兴奋。妈，您别担心，台湾很安全的，而且阿德已经安排好了一切。小美安慰着妈妈。初到台北，妈妈有些不适应，总觉得这里和北京差太多了。这房子怎么这么小？你们住得惯吗？妈妈看着阿德的公寓，皱起了眉头。
确实，台北的住房面积普遍比北京小，但格局设计却很合理，利用率极高。阿德的3室1厅虽然只有90平方米，但收纳空间设计得非常巧妙，住起来一点也不觉得拥挤。妈，您别光看面积，您看这里的空气多好，窗外就是绿树，晚上特别安静，一点噪音都没有。小美带着妈妈参观家里，指着窗外的景色说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妈妈也逐渐发现了台湾生活的好处。超市里的食品种类丰富且价格亲民，街上的人都很有礼貌，就连公交车司机都会微笑着问候每一位乘客。最让她惊讶的是医疗服务，我去医院配眼镜，居然不用排队。医生还详细询问我的生活习惯，给我推荐最适合的镜片，这在北京简直不敢想象。妈妈对台湾的医疗服务赞不绝口，看到妈妈渐渐喜欢上台湾的生活，小美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她开始认真准备婚礼，而这次她的想法有了很大改变。其实我觉得阿德说的对，我们不需要花大钱办一场奢华的婚礼。小美对我说，重要的是2个人真心相爱，家人祝福，那些排场和面子真的没那么重要。最终，他们在台北举办了一场温馨的小型婚礼，只邀请了最亲近的亲友参加。虽然简单，但处处都能感受到诚意和用心。阿德亲自设计了婚礼流程，把小美喜欢的元素都融入进去。婚礼上，阿德的发言让所有人都感动不已。我爱小美，不是因为她来自哪里，而是因为她是她。我们之间有文化差异，有观念不同，但这些都不是问题。爱情就是在包容和理解中不断成长。我感谢她愿意离开熟悉的环境来到台湾，我会用一生的时间来回报她的信任和勇气。小美的妈妈坐在台下，眼含热泪。她终于明白，女儿找到了真爱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婚后，小美很快适应了台湾的生活。她在一家医院找到了护士工作，同事们都很友好，帮助她尽快融入。虽然台湾的护士薪资比不上北京，但工作环境和氛围却好太多了。在北京，我们科室护士总是忙得脚不沾地，经常加班到深夜。在这里，工作节奏合理，同事之间相互支持，领导也很尊重每个人。小美对比着两地的工作环境，感慨万千。生活中，小美也在不断发现台湾与北京的不同。台湾人的生活态度更从容，不那么浮躁，懂得享受生活的点滴美好。周末，阿德会带小美去郊外徒步或骑行，感受大自然的美好。闲暇时，他们会去诚品书店坐上一整天，静静的阅读。饿了就去夜市，尝尝地道的台湾小吃。台湾的生活节奏很慢，但却让人感到很踏实。小美说，在北京，我总是追赶着时间，生怕落后于别人。在这里，我学会了欣赏沿途的风景，享受当下的美好。当然，融入新环境并非一帆风顺，语言是小美面临的第一个挑战。虽然台湾也说中文，但口音和用词习惯与北京差别很大。第一次去超市买东西，我问店员鸡蛋在哪里，他们都听不懂。后来我才知道台湾人叫蛋。小美笑着回忆道，还有土豆叫马铃薯，茄子叫茄瓜，真的差别好大。阿德很有耐心地教小美台湾的用语和习惯，慢慢的，小美不仅适应了台湾腔，还学会了一些台湾特有的表达方式，比如用好玩表示有趣，用辛苦了表示感谢。饮食习惯也是一个需要适应的地方，北京菜口味重，而台湾菜则清淡许多，注重食材的原汁原味。一开始，小美总觉得台湾的食物太没味道，但渐渐的，她开始欣赏这种健康的饮食方式。台湾人很注重养生，饮食上特别讲究平衡。小美说，阿德妈妈每天都会煲汤给我们喝，说是要调理身体。在北京，我都是随便对付一顿，哪有这么精细？文化差异带来的不仅是生活习惯上的不同，还有价值观念的碰撞。小美发现，台湾社会更加包容多元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平等。在北京，人情世故特别复杂，社交圈子也很固定。在台湾，人们更随性，不那么看重背景和身份，更看重一个人的品质和能力。小美感慨道，最让小美感动的是台湾人的热情好客。阿德的家人朋友都很照顾他，帮他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问题。
邻居知道她是新来的大陆媳妇，经常送些自家做的点心给她，让她倍感温暖。台湾人真的很友善，他们不会因为你是外地人就排斥你，反而会更加照顾你。小美说，婚后第2年，小美怀孕了。怀孕期间，阿德更是体贴入微，变身超级奶爸，学习各种育儿知识，陪小美一起参加孕妇课程，甚至学会了做各种适合孕妇的营养餐。在北京，很多男人觉得带孩子是女人的事，根本不会参与。小美感动地说，阿德不仅全程陪产，还请了2个月的陪产假来照顾我和宝宝。这在台湾很普遍，但在大陆简直不敢想象。小宝出生后，妈妈又来台湾帮忙坐月子，这次她对台湾的印象更好了。以前我总觉得台湾落后，现在才发现是我孤陋寡闻了。妈妈对我说，台湾的月子中心服务太周到了，护士24小时守着，营养师专门设计月子餐，还有专人教我如何照顾小宝。这在北京不花大价钱根本享受不到。有了孩子后，小美和阿德的生活更加充实，两人商量着要给孩子最好的教育，融合两地的优点。我希望孩子能像大陆孩子一样有上进心和竞争意识，同时又能保持台湾孩子的善良和自由天性。小美说出了自己的育儿理念，阿德也有自己的想法。我们要让孩子了解两地的文化，认同自己的双重身份，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，都是他血脉的一部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小美越来越爱上台湾的生活，她不再纠结于表面的排场和奢华，而是学会了欣赏生活的质量和内涵。在台湾，人们不太攀比物质，更注重精神层面的富足。小美对我说，就像阿德不愿意花大钱办婚礼，不是因为他抠门，而是他更看重实际的生活品质。现在想想，我当初真是太肤浅了。3年后，小美和阿德决定回北京探亲，顺便让小宝见见北京的亲人。这次回去，小美看北京的眼光完全不同了。北京确实繁华热闹，但也太浮躁了。小美感慨道，大家都在追求更大的房子、更好的车、更贵的包，却忽略了生活本身的乐趣。在台湾，即使住小房子、开普通的车，但每天都能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幸福。回北京期间，小美联系了几位当年一起相亲的姐妹聚会，大家看到幸福的小美，都很羡慕她找到了真爱。你真是捡到宝了。闺蜜小王羡慕地说，我老公虽然在北京有房有车，但从来不管家务，更别说照顾孩子了，完全把我当保姆使唤。是啊，表面风光，背后辛酸。另一位姐妹附和道，我老公给我买了名牌包，但整天应酬，回家就玩手机，跟我连话都不说一句。听着姐妹们的诉苦，小美更加珍惜自己的幸福。曾经她以为只有豪华的婚礼才能证明爱情的分量，现在她明白，真正的爱是日复一日的陪伴和理解。丽姐，谢谢你当初没有阻止我和阿德在一起。小美真诚地对我说，如果不是你的开导，我可能会错过这段美好的姻缘。我笑着拍拍她的手，我这个红娘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撮合有情人。你和阿德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，有不同的文化背景，但你们的心是相通的，这就足够了。小美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婚姻不是看表面的排场，而是2个人能否相互理解、包容和成长。大陆和台湾虽然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，但爱情是没有国界的。只要2个人真心相爱，愿意为对方改变，任何困难都能克服。这几年，我撮合了不少两岸的姻缘，每对情侣都会面临文化差异带来的挑战，但只要心往一处想，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。阿德，当初我回北京的时候，你为什么没有立刻来找我呢？有一次，小美好奇地问道。阿德笑着回答，因为我知道你需要时间和空间去思考，爱一个人，有时候需要懂得等待。就像花开一样，急不得。听到这样的回答，小美更加确信自己的选择是对的。阿德不仅疼她、爱她，更尊重她的感受和决定。这种尊重是爱情中最珍贵的部分。现在的小美已经完全融入了台湾的生活。她不仅在医院工作的风生水起，还开了一个小小的社交账号，分享两岸生活的差异和融合。她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，让更多人了解台湾，消除误解。台湾不是大家想象中的落后地区，而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地方。小美在账号里写道，
这里的人热情友善，社会氛围包容开放，生活节奏舒适，医疗教育完善，是一个非常适合生活的地方。小美的分享获得了许多关注，很多想了解台湾的大陆朋友都通过她了解了台湾的真实面貌，同时她也向台湾的朋友介绍大陆的发展和变化，架起了一座两岸交流的桥梁。我希望能做一个小小的民间大使，小美说，让两岸的人民能够更好地了解彼此，消除偏见和误解。小美和阿德的故事也成了我在相亲交流会上常讲的例子。我经常告诉那些择偶标准过高的女孩子，不要只看表面的条件，更要看一个人的品质和人格。有时候，最好的爱情可能来自于最意想不到的地方。就像小美，如果她一直坚持只找北京本地的高富帅，就不会遇到给她带来真正幸福的阿德了。同时，我也会告诉那些计划跨地区恋爱的人，两地的文化差异确实存在，但这不是问题，关键是你们能否相互理解和包容。就像小美和阿德，他们不仅接纳了彼此的不同，还从中汲取养分，让两人的关系更加丰富多彩。妈，您要不要考虑搬来台湾住？去年，小美对妈妈提出了邀请，这里环境好，医疗条件也好，您养老挺合适的。让小美惊喜的是，妈妈居然同意了。我以前总觉得台湾又远又陌生，现在来了几次，发现这里真的很适合养老。妈妈说，空气好，节奏慢，人也热情，最重要的是能看着外孙长大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现在，小美一家4口加上妈妈，生活的无比幸福。妈妈在台湾找到了一群广场舞姐妹，每天跳舞、逛街、喝下午茶，乐得不亦乐乎。以前我以为自己老了就没人管了，没想到晚年还能这么幸福。妈妈感慨道，多亏小美不计前嫌，还有阿德这个好女婿，他们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。而小美和阿德的爱情也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变得更加深厚，他们不仅是伴侣，更是彼此最好的朋友和支持者。当初如果我坚持要那个100万婚礼，可能现在的我还在北京相亲，错过了这么美好的生活。小美常常这样感慨，阿德则会笑着回应，所以说，看人不能只看表面吗？当初你不也嫌我抠门吗？两人相视而笑，眼中满是幸福和满足。这就是小美和阿德的故事，他们的爱情跨越了海峡，跨越了文化差异，最终在相互理解和包容中找到了真正的幸福。亲爱的听众们，你们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？你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们的看法和经历。我是丽姐，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故事，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思考。下期再见。